吃鱼卡到鱼刺是很多人都遇过的惊险时刻，喉咙忽然一刺，剧痛，吞也不是，吐也不是，让人惊慌失措。这个时候，您是不是还在听信偏方灌醋软化鱼刺，或者吞饭硬把鱼刺压下去？快住手！医生警告，这些做法根本是在玩命，一步走错可能导致食道被刺穿，最后得开刀救命。为什么一根小小鱼刺会危险到如此程度？又该怎么正确处理鱼刺卡喉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其中的玄机。首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惊险案例。2024年，中国上海有位知名主持人百克力在享用美味鱼料理时，不慎吞下鱼刺。起初他只觉得肚子疼痛难耐，赶紧跑去医院急诊。一检查，吓坏所有人，那根鱼刺竟然已经刺穿胃壁，扎进了肝脏。幸好医生立刻施行腹腔镜手术，顺利将鱼刺取出，主持人才转危为安。如果当时鱼刺再偏离一点，刺破的是食道或附近的主动脉等大血管，很可能现场就会造成致命大出血。一根细细长长的鱼刺，差点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，想想都令人后怕。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捡回一命。几年前，台湾就发生过一起因鱼刺丧命的惨剧。2017年，一位50多岁的王先生在国外旅游时大啖红烧鱼，不慎吞下了一根鱼刺。身在异乡，他无法马上就医，只好自己想办法。他用手抠喉咙想催吐，接着又猛喝了一大杯醋，还吞下一大团白饭和一块大肉，试图把鱼刺带下去。然而这些土方法通通失败，鱼刺依然卡在喉咙深处。但因为人在国外，他硬撑了1周才返国就医。谁料到抵达医院时，他的颈部已经肿胀，吞咽困难，说不出话，还发起高烧。检查发现鱼刺早已刺破喉咙壁，引发深颈部感染，并波及胸腔纵隔，情况危急。医生立刻进行多次手术清创，施以强力抗生素，在加护病房抢救1个月。即便如此，最终王先生仍因严重败血症不幸离世。一根小小鱼刺竟然夺走了一条人命，让人不胜唏嘘。看到这些例子，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喝醋、吞饭这些大家口耳相传的偏方，反而把情况弄得更糟？难道这些方法真的一点都不能试吗？我们就来详细剖析这些错误自救迷思的可怕之处。第一，吞饭或其他食物。很多人在鱼刺卡喉后，直觉会扒一大口白饭或馒头，用力吞下去，企图把鱼刺一起带进胃里。表面看似合理，但实际上这么做非常危险。当鱼刺已经刺入你喉咙的黏膜，突然吞下一团干硬的食物，只会把鱼刺推得更深。原本只是刺破表层，现在可能整只没入肉中。结果呢？喉咙反而更痛，鱼刺更难取出。医生用肉眼甚至都找不到它的踪影。而且食物的推挤可能使鱼刺偏离原位，卡进更危险的地方，比如食道壁甚至食道附近的器官。一旦鱼刺插进食道内层，就有可能刺穿食道，引发严重内出血或感染。简而言之，吞饭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还可能让小问题变成大麻烦。第二，喝醋软化鱼刺。民间盛传醋酸可以溶解骨头，所以卡到鱼刺时灌几大口醋，鱼刺就会变软甚至溶掉。我们不得不说，这是一种美丽的误解。醋的酸性确实能够溶解一些含钙物质，但浓度和时间都不站在你这边。家用食醋酸度有限，把鱼刺泡在醋里几小时或许会软化一些，但人在喉咙可没办法浸泡鱼刺。你猛灌醋下去，醋会迅速流过喉咙，几乎不可能有足够时间让鱼刺软化。然而醋酸先伤到的却是你的喉咙黏膜。鱼刺卡住当下，其实已经在你喉咙里划出伤口，组织是破皮发炎的状态，强酸一灌下去，等于在伤口上倒盐撒醋，疼痛雪上加霜，黏膜刺激发炎更厉害。很多人喝醋后感到喉咙灼热难耐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更糟的是，喝太多醋还可能腐蚀食道，造成食道黏膜灼伤，鱼刺没软化，反而烧伤自己的喉咙，真是得不偿失。所以医生明确指出，喝醋这招不可取，只会让伤口恶化，对鱼刺毫无办法。第三，徒手抠或自行用工具夹。有人卡到鱼刺太紧张，会用手指拼命去抠喉咙，或者自己拿筷子、牙签之类在喉咙里乱戳乱挖，希望把鱼刺夹出来。
这种做法风险极高。首先，非专业人士在镜子前自行操作，很难精确夹到鱼刺，盲目乱夹只会把鱼刺推得更深，重演吞饭的悲剧。其次，手指或未经消毒的工具伸进喉咙，容易在敏感的黏膜上造成新的抓伤刺伤，额外增加伤口。更多伤口就意味着细菌有更多机会入侵，引发感染。而且用手在喉咙乱抠，很可能引发强烈呕吐反射，搞不好还会呛咳、误吸，引起气道问题。总之，自己动手挖鱼刺，看似勇敢，其实莽撞，一不小心就让小伤变成大伤，感染风险直线上升。除非鱼刺卡在很浅的地方且清晰可见，否则千万别自行用手乱挖。第四，催吐、呕吐。有些人觉得，既然吞不下去，不如反过来把东西吐出来吧，于是强行用手刺激喉咙催吐，或者喝饱水猛跳，想呕出鱼刺。然而，呕吐并不能把卡住黏膜的鱼刺震出来，相反，猛烈呕吐时胃酸逆流，刚刚所说的醋酸灼伤效果，现在换成强酸的胃液在你喉咙伤口上来回摩擦。呕吐还可能让鱼刺随着食物残渣上下移动，划出更大的伤口，结果不但鱼刺原位不动，你的喉咙伤势却加剧了。更有甚者，如果鱼刺本来卡的位置比较深，剧烈呕吐增加腹内压，万一把鱼刺挤穿组织壁，后果更不堪设想。总之，催吐既拿不出鱼刺，还可能把自己折腾得伤上加伤，实在得不偿失。综合以上几点，我们可以发现那些民间流传的偏方不仅无效，还充满风险。难怪医生们一再强调，鱼刺卡喉千万别再吞饭、喝醋这些玩命行为。那么，正确的自救方法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原则很简单，就是冷静、保护、寻求专业协助。鱼刺卡住当下，第一步先停止一切进食，别再吞任何东西，包括水，都暂时先不要吃喝了。继续吞咽可能让鱼刺刺得更深或跑位，你需要让喉咙保持静止，减少进一步伤害。第二步，尝试咳出鱼刺。人类的咳嗽反射是很有威力的，有时卡在咽喉的鱼刺可以靠几下剧烈的咳嗽被挤出原位。你可以试着用力咳嗽几次，看看能否把鱼刺震出来。如果感觉喉咙里有异物被咳到口腔，就立刻将它吐出口，不要再吞回去。第三步，检查喉咙，寻找鱼刺。如果身边有亲友在场，请他帮忙拿手电筒或手机灯，照一照你的口腔和喉咙深处。常见鱼刺卡的位置包括两侧扁桃腺附近、舌根和软腭区域。如果灯光下能直接看到鱼刺卡在某处，而且位置不算太深，这时可以尝试小心夹取。家中若有干净的医用镊子是最佳选择，没有的话，用2只干净的筷子也勉强可以。由旁人操作通常比自己来要稳定，动作一定要轻柔准确，对准鱼刺快速夹出。注意，千万别因紧张而手抖，否则可能戳伤周围组织。若1-2次尝试没有成功夹出，切记不要反复猛拨硬夹，以免越弄越糟。第四步，尽速就医求助专业。如果鱼刺位置看不见、夹不到，或者你根本不知道刺在哪里，只是觉得喉咙疼，那就不要再拖延，赶快去看医生。最好是看耳鼻喉科医师，因为他们有专门的器械和经验处理鱼刺卡喉。记住，时间拖越久，鱼刺越可能引发并发症，找到并取出的几率也会下降。有人拖了几天才就医，医生检查时发现喉咙已经发炎肿胀，想找鱼刺都难了，甚至还有可能鱼刺已经刺穿组织，跑到别的地方。所以，一旦自行处理未果，及早就医是上策，千万别心存侥幸，拖延时间。到了医院，很多人关心医生会怎么处理，我们来揭开一下专业处置的流程。首先，医生会用压舌板和强光手电检查你的口咽部。经验丰富的耳鼻喉科医师对鱼刺最爱藏身的几个部位了然于胸，像是扁桃腺窝、舌根部、会厌附近都是高发区。如果运气好，医生直接用肉眼就发现了鱼刺的位置，会当场拿专用的喉镜或长镊子把它取出。有些情况下，医生可能先在你喉咙喷点表面麻醉减轻不适，然后一夹成功，过程快速又安全。但很多时候鱼刺长得较深，肉眼看不到，
这时医生会改用鼻咽内视镜或喉镜等内视镜设备来帮忙。内视镜是一根细长带灯光的软管镜头，从鼻孔或口中深入，可以把你咽喉深处甚至食道上段都仔细查看。如果发现鱼刺卡在深部，比如贴在咽喉壁或卡在声门附近，医生会借助内视镜引导用特制的小钳子、小圈套器将鱼刺夹出。据统计，深部咽喉的鱼刺有约80%需要靠内视镜辅助才能移除，可见内视镜在这类情况的重要性。如果鱼刺比较大根或卡得很牢，医生甚至可能在局部麻醉或短暂全麻下，用手术器械将其取出，以确保过程你不会因为痛或反射动来动去，保证安全。万一医生用尽方法仍然找不到鱼刺怎么办呢？有几种可能：一是鱼刺其实已经不在喉咙里，也许你刚刚咳嗽时已经把它吐掉了，但你没注意；或者鱼刺已经随食物下咽进入食道和胃部。二是鱼刺虽然还卡在喉咙黏膜，但由于埋得太深或周围组织肿胀挡住，一时找不到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医生通常有2招：其一，安排影像学检查，例如颈部 X 光或 CT 扫描来确认鱼刺的位置；其二，如果判断鱼刺可能已经下去了，先让你回家观察，但交代你警惕一些症状变化。先说影像检查，普通的颈部 X 光有时能看出较大的鱼刺，但敏感度只有1半左右，因为很多鱼刺太细太小或位置角度问题， X 光看不清。但如果 X 光片上真的看到一根异物影，那几乎100%就是鱼刺无误，需要想办法取出。相比之下，电脑断层 CT 对寻找鱼刺非常有帮助，灵敏度和特异性都接近100%。CT 不仅能定位鱼刺，还能看看周围有无脓肿、穿孔等并发症，是医生判断后续处理的重要依据。如果 CT 显示鱼刺已经刺穿食道跑到体内其他地方，可能就需要外科手术介入了。不过庆幸的是，这种情况比较少见。若医生检查一番确定找不到鱼刺，而你此时症状也不重，那很可能鱼刺已经不在原位，要么掉出来，要么进胃里。这时医生通常会让你先回家观察几天，同时给一些处置建议。首先是清淡饮食，未来1周尽量吃软质温凉的食物，避免辛辣、过烫或太硬的东西，减少对喉咙伤口的刺激。其次要注意口腔卫生，饭后可以温盐水漱口，保持喉部清洁，降低细菌感染的风险。此外，这段期间作息正常，充足休息也很重要，让身体有空间自我修复。特别提醒，不要自己乱吃家中备用的抗生素或止痛药，以免掩盖症状或引发其他副作用。医生更关心的是叮嘱你留意自身状况，如果有异常变化，要立即回医院复诊。哪些异常是警讯呢？大体来说，如果只是轻微的异物感，随着时间推移每天都有所减轻，那表示伤口在愈合，不必太担心。但一旦出现以下情况，你就要提高警觉，立刻就医。喉咙疼痛不减反增，或持续的异物感越来越强，颈部肿胀疼痛加剧，甚至出现压痛，吞咽困难变严重，连水都难以下咽，胸口闷痛或有明显的胸痛感觉，持续发烧或全身发冷不适，甚至腹部剧痛或者出现黑色粪便，代表肠胃道可能出血。这些现象往往意味着不妙，可能鱼刺残留引起了感染或穿孔，尤其是发烧、颈部肿痛、胸痛这3大症状结合，几乎可以判定是深部感染的信号，必须尽快送医，不能再观望。为什么我们这么害怕鱼刺引发的感染？这就牵涉到鱼刺卡喉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——纵隔腔炎。纵隔腔就是胸腔中央心肺之间的间隙，里面充满结缔组织和重要血管、气管。正常情况下，这个区域是无菌的，但如果鱼刺刺穿食道或咽喉，细菌就可能顺着伤口轨迹跑进纵隔腔，在那里引发的感染叫纵隔腔炎，极难治疗。大量脓液会压迫心肺，患者会出现高烧不退、胸痛难忍、呼吸困难等危象。就算用上最强的抗生素，往往也需要开胸手术引流脓液才有生机。医生指出，纵隔腔感染的死亡率高达50%以上，特别是年纪大或免疫力差的患者更是危险。所以鱼刺卡喉千万不能当小事，
因为一旦脱成纵隔腔发炎，后果相当严重。除了感染，鱼刺还有直接伤及要害的风险。人的食道和气管附近分布着粗大的血管，比如颈动脉、主动脉等。如果鱼刺尖端刚好朝向血管，用力吞饭的动作可能让它像根针一样刺破血管壁。曾经就有病例，鱼刺卡在食道后壁，逐渐刺穿到了主动脉，最终造成患者大出血，不治身亡。那场景几乎是毫无征兆的，可能患者还在家，以为只是喉咙有点痛，突然就大口吐血倒下了。这种致命情况虽然极其罕见，但并非不可能。还有些鱼刺虽然没刺中大血管，却刺入了甲状腺、气管甚至肺部，也可能引发出血或感染，在医学文献里都有报道。所以千万别小看任何一根鱼刺，尖细如它，也可能变成穿喉利刃。鱼刺如果随吞咽进入了更深的消化道，后果也未必乐观。大部分鱼刺进入胃肠后，会随排泄物自然排出体外，您可能毫无察觉就度过一劫。但仍有小部分案例，鱼刺会在肠胃某处扎进消化道壁，引起穿孔或脓疮。例如，有的人鱼刺穿破肠壁，导致腹膜炎，要开刀清理腹腔；有的鱼刺更离奇，刺穿胃跑到了肝脏，造成肝脓疡感染。上海那位主持人的情况就是如此，好在及时处理了。甚至还有些案例，鱼刺钻进肠道的时候，刺破了附近的胆管或胰管，造成胆囊发炎或胰腺炎，病情同样凶险。总之，一旦鱼刺逃离了食道到达腹腔内，它就成了一枚在体内游走的小匕首，哪里被刺中都可能是一场灾难。说了这么多惊险后果，不是要吓大家从此不吃鱼，而是希望大家引起重视，千万别再用错误方式处理鱼刺卡喉。防范胜于治疗，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别让鱼刺有卡住的机会。在此也给几点建议：吃鱼的时候要细嚼慢咽，绝对不要心急大口吞咽。挑鱼刺多的鱼时候，尽量先挑近大刺再入口，或者干脆选刺少的鱼种。小孩和老人因为牙口和吞咽敏感度较差，更要特别照顾，帮他们挑掉鱼刺或选择鱼肉松等安全的形式。用餐环境也很重要，光线充足，注意力集中，才能及时发现鱼刺。千万别一边吃鱼一边讲笑话，避免突然一笑就把鱼刺吞下去的悲剧。只要注意这些细节，多年来吃鱼不慎被鱼刺卡的几率就能大大降低。当然，再小心的人也可能有失手的时候。如果不幸鱼刺卡喉，请牢记本文讲的正确处理步骤，不要乱吞东西，不要乱喝醋，不要自己乱抠乱吐，而是冷静咳嗽，检查求助，及时就医。如今医疗手段成熟，大多数卡喉的鱼刺都能平安取出，只要处理得当，你大可不必玩命。最后强调一句，一根小小鱼刺也可能隐藏大危机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希望每个人都能安全享受美味的鱼料理，不再为鱼刺卡喉提心吊胆，安心吃鱼，健康生活。